所以我说有时候我要你们练，比方讲太极拳好了啊，练太极拳。现在很多教太极拳的，比方我要上一个棚，他在这个地方，他这样子以后，他是上脚，然后从这个地方重心前移，捧上去，对还错？对还错？这是刚才讲的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之前的阶段，就是幼稚园阶段，就是你刚刚学拳，而且你的身体的协调性跟力量的掌握还不是很好的时候，所以你的桩的形成，你必须从这个桩开始准备要形成弓步的桩，所以你要从这边把重心往前移，然后形成一个弓步桩。你做不到从这边上去就形成一个弓步桩，所以要从那个来，晓得吗？那是一个接引一般人，让一般人比较好练的方式，可是它不是正确的方式，它不是应该要有的方式，所以完全不能以这种方法来谈一个太极拳或者一个武术的步应该怎么上。它是一个预备期的教学法，不应该放在那个正统的讨论内的，听不懂？所以才有我们有时候捧你是力量先出去，吧？那你捧到人是在哪里捧到人？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所以你不可能我要用一个棚了，是我棚我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我才用那个棚吗？不是的。那我要一个按搂膝咬步的一个按，你搂膝咬步的一个按，上步过来，然后推到前面去按，这是预备阶段的练法。我如果是同步的，我这个按是按，那是打人在这边，上步在这边，打人是在这边。可是这种打人打不到人，为什么？因为敌人在这个地方，你打到这个地方，你不可能打到他的嘛，他稍微收一点就没有了嘛，是不是？所以真正打人是在哪打？真正打人是在这打。你看我这个距离比刚才多了这么多，听不懂？所以我打人是在我的力量进行的过程中打，不是在进行完了之后打。所以既然是在过程中打，在过程打到你的时候，我的脚还没落，我是打完了你，我的脚才落，保持住我自己的平衡然后其实我们真正在打斗的运动当中的时候，这种东西也没有，这种东西也没有，因为这种东西它占的时间太多了。所以在打斗的过程，打斗的过程只有什么？他的步只有这样，他只有这样的步，每一个步都不能停。你不能说我打完，我打一个梆停了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了。你停下来，就让自己的流动断了。你要变化，你就要重新起一个力量，你要重新起一个力量变化，没有那个时间的所以你有步
步的观念是在训练不能这样讲，这种死桩啊，这种死桩的观念是在训练阶段来用的。当你装的东西有了以后，真正在运用当中的时候，没有装，有装的平衡在，可是它没有装的形。这样能听懂吗？哎，能听懂啊！所以我最近看那个徐浩峰写的那个他第2本，就是他的师父王建中啊，他们喜欢在街头打群架的啊。那大成拳那几个都是这种街头实战的经验很丰富的。他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就是他说拳上去啊，你就砸过去，不要停，越快越密越好。不管什么拳，你不管用王八拳，你不管用什么拳，你就砸上去，越快越密越好。大部分的对手，你这个绵密的拳杀来，他就不知道怎么防范，不知道怎么躲，不知道怎么反应了，他就垮了。这是他在街头打架里面啊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为什么遇到快而密的那种攻击的时候，你会乱掉？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完成你在练习当中做的那些结构啊、步啊、桩啊、架势啊，你没有时间去完成那个东西，知道吗？更不要说套路里面的，这个套路里的这个套路里的这个，根本没时间去完成那些东西的，因为你不能够完成那些东西，你就乱了。所以我常讲，练是练，用是用，他们是完全两种观念，是完全两种观念。练是练什么？练是练让你用的能力，练是练能力，用是什么？用是能力的变通，是能力的变通。它是2个阶段，2个很大的阶段的跳跃。很多人练一辈子，他拳练得很漂亮，发劲很有力拳练得非常好，为什么一遇到打就输了，乱了？因为他的能力没有转化到实用上去。那以前是透过什么样子转化？就是这种街头打斗师兄弟之间的切磋都不算。所以以前练拳说，你们看小说说10年小成，10年小成以后呢，老师傅就叫你下山去了。下山，你去经历3、5年、10年，然后你再回来，再往下练。为什么？因为那个10年小成给你练的是什么？给你练的是能力。可是真正这些能力要怎么发挥？师门这些师兄弟啊、师父都帮不了忙，因为大家都是制式的友谊的比赛。你只有下山碰到真正的状况，练其他的，不管别人是练什么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你要用了，你碰到那种真正要用的时候，你才可以在这些经验当中把你学到的能力，透过这些经验的转化，变成真正的实战的能力。现在练国术，第一个阶段也没练好，就是能力没练出来，根本要练什么能力都不知道。我练这个拳是要练什么能力？我练这个功是要练什么能力？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没练出来，然后呢，后面阶段也没有办法，有那个环境去让你培养那样的活用能力嘛。街头打架不用谈了，啊，你说上那个擂台啊什么打，可以，你一般的，比方讲省运的区运的也可以从区运的来啊，省运的到全国的这种的，不是那种 MMA 那类的，那一类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一开始你不能去试那个，如果真的有兴趣，从这个来。但是呢，我看大部分这样的比赛，那些国术选手的打斗，从区运到省运到全国，他们是第一个阶段根本就没有练好。就是他虽然是练传统国术的套路什么，可是他真的要上擂台的前面，他还是练拳击呀、摔跤啊，还是练这些东西。他上场用的还是这些，跟他练的拳路、师门的东西没有关联的。什么原因？前面的小乘的部分根本没练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时代的因素，这是时代的因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走那样的路，同意吗？不会嘛？我业余玩可以，可是我还是要保护的非常好啊。我打了一个伤，手不行，脚不能走了，我第二天我怎么上班呢？是不是？你伤了还要别人来照顾你，你一个练拳的变成别人的负担了，是不是？那做父母的也不愿意把送孩子去走那样的路嘛，除非以前很穷的时代。很穷的时代，那是唯一的路才会有。稍微富裕一点的时代就不会有了嘛。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一个趋势，正常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现在能练什么？我现在教能教什么？就是教能力，就是教你们这些能力，用各种方式教你们具备这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这个能力要用到哪去？前几天我家里来一个访客，不认识的，他网络上面呢，他看我的影片受到启发，他是什么？他是网球教练，年轻的时候是网球选手，后来年纪大了做网球教练。他从我的影片谈这些筋骨啊，这些东西整力啊，得到很多启发，来做一些这个有些问题想要了解。他看到了跟他那个专长有关系，他把它放到那个地方去用，相当好啊。因为能力是中性的，我们练出身体的能力不一定用到打斗啊。你在任何活动身体的方面，你都需要这些能力，让你的工作，让你的身体运用更有效率。所以我现在教的，我们可以练的是什么？可以练的是这个部分。哪一天乱了，像中东那样的状况或者什么，你是逃难了，你碰到那样的状况，你那个能力就用在什么？用在你的求生存上的。用在你的逃难，用在你的那些地方去了，那你就这个能力经过那个，你就会往那个方面去转化，去活用了。所以能力具备是第一件事情，能力具备是第一件事。至于以后这个能力用到哪边去，是看你以后的机缘，你以后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能力可以经过你的个人经验的需要而做一个转化，所以应用是多变的，不一定在同一个范畴，所以不需要死脑筋。我练拳就一定要上擂台去打赢别人才证明
我练得对，这个观念是错的。这个观念已经在16世纪了。我师父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没有这个观念了，他们也用枪啊。为什么？因为土匪他用枪嘛，土匪他用枪啊，那你不能扛着刀上去吧？可是他们打枪是用什么手法打？用甩飞镖的手法打。因为练飞镖，你的手要非常稳啊，那个指向性要非常好啊。所以他们打枪是用甩飞镖的方式打。以前他们那个枪是那种薄壳枪，你知道吗？那种点的，所以他们打枪是用甩的打，啪啪啪是这样打的。他们打枪并不是这样打，他不是这样打的。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是练甩飞镖出来，那个手的稳，眼的准，眼跟手之间的那个协调性的准。这就是把练武的能力应用在枪的上面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他打长枪打猎，那个枪是扛在肩膀上的，枪是扛在肩膀上，去打兔子，去打野兔。那个野兔藏的地方，那个草大概都是一个人高或比人高啊。他们是天没亮啊，偷走到那个草丛里面去站着，然后呢，他站定了，然后就有人喊声啊、敲锣啊，那个兔子在草丛里面，他就跳起来，他们棒一枪，也是用点的。他们那个方法都是什么方法？都是传统武术的方法，就那个能力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传统武术里面练出来的能力，只是工具不同了。可他是用一样的能力来使用那个工具，它就变得非常有效率。这样子理解吗？我从学八卦拳开始，我师父就给我的是这样的观念：能力跟应用，能力是基本，应用你以后拿着能力去当一个杀猪的，你也是杀猪第一名；你去做木工，你也是木工里面出类拔萃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能力已经具备了，只是转换到不同的应用上去嘛。这是我们现在练武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听不懂？好了，这个讲多了，但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练拳的人啊，练国术的、练拳的啊，绕不开这个死脑筋，一定要去找个人打去试那都是没想通好，来。